所以早年一开始的时候，优剧场的成员们在那个山上的训练很辛苦。一方面没有落脚的地方嘛，大家要搭，就是拉那个帐篷，拉了半天没起来，最后还是露天训练。然后用那个小帐篷，好歹还是可以遮风避雨一下这样子。1988年，刘若瑀从纽约回到台湾，在木栅老泉山创立了优剧场，也就是优人神谷的前身。他原本跟随波兰剧场大师沃托夫斯基，因为老师一句“你是西化的中国人”，让他决定回到台湾找寻自己的根。草创前5年，刘若瑀带着团员上山下海，采集台湾传统文化。直到1993年，遇见音乐总监黄志群，为优人神谷奠定了东西交融、道义一体的精神。山上失火了。2019年8月13日早上8点，一通电话打来，刘若瑀和黄志群着急地上山，看见优人30年来朝夕相处的排练场，在恶火中付之一炬。当然，开始的时候大家很伤心因为我看到一个女孩子上来就抱着我在那边哭。她是培育我们的地方嘛，从优剧场时代到了优人神谷的时候呢，那这个地方它等于是全部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就它已经不是只是一个空间，它一定跟着这30年来在这里面发生的点点滴滴的讯息，所以我们就觉得它好像可以从那个空间里面长出另外一种创造力。这几个黑柱子，它虽然烧过，可是感觉上好像，它的存在的价值变成另外一种意义，就会觉得，哎，现在是另外一个开始。好，我们低下头看这个排练场，谢谢他陪伴着我们。当无常袭来，优人们在痛心之余，转而思考如何因应接纳。这场灾厄要带来是怎么样的学习？当整个世界因疫情停摆，千百万人被迫面临失去，人们又该如何找回内在的力量，重新前进？好，我们看到这棵树，陪伴着我们30年的这棵树，我永远觉得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它的因果，一定是某个原因才会汇聚到那个事情产生这样的结果，或者我们一定忘了我们自己的家，然后心里就想，好，我把明年的演出取消。德国合作者很生气他说好不容易谈成了，等了5、6年这样，我就说我们的家烧掉了，大家都想要回家，用手盖回自己的房子。很感谢这些同仁，他们的体谅，每一天的工作从来没有停过，然后用他们的手去搬那些沙石，搬那些枕木来铺路。我们跟着普门的老师做雨水回收，做堆肥，种菜，我们就想办法，我们就熬。目前尤其是肺炎的这件事情，我们的组织运作仍然在一个很辛苦的状态，但是因为回到山，心里反而安心。我真的觉得台湾很棒，真的，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看见更多的人跟人相处的关系，我们好像彼此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包含火灾之后跟疫情的关系，生活整个工作的过程算是大翻转。我们曾经都是拿着鼓棒的演员，却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那一刻就觉得我们很像小草，韧性很强，而且我们是一群的伙伴们都在，好像就可以完成。哎，好，1、2、3、4、5。差不多，好，差不多。混沌和匮乏有时也是生命的祝福。一场火让优人找回了和山林的连接。我们和重生的优人合作了一组时尚拍摄，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信念是最大的资产，最丰富的地方往往就在自己里面。
台湾人对一种弱势的灾难性的感同身受而付诸于行动的这个力量，非常令人感动，独一无二。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什么文化、国界、种族之分，它完全打破了这个隔阂。所以优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来自于台湾社会的各层面的赞助跟资源，让人好像觉得虽然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可是背后有一个力量在支撑。你为什么你这个大傻帽？我们现在这一次的拍摄呢，会是2天。然后这个模特儿的角色，因为我不希望他是就是被摆在这个空间里面，因为不希望优人就只是摆在空间里面，我希望他们是有连接的。我昨天就有一种自己把事情闹很大的感觉。然后就怪不了任何人，因为是自己弄的。头型啊，因为你看，就是我这个有2个角，如果我梳贴一定很丑。没有，你这里要往上啊，你这里不能动，你就得往上。我知道，那这个往上是很快的嘛，就是你是可以就全部都一样。可能加了一句。现在在路上吵架。不要待1个小时要练好12个人物，是我做得到，对不对？可以。有，我们做到。我就在等你这句话。是梗谷剧场，这个是非常阳刚，非常的自然，但是呢，又配上了这样的衣服啦等等，它有一种极端的平衡感。你们都怎么搭配给每一个人？因为你们只看照片呢，就光看那一张，怎么从照片看出一个可爱的心灵？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蛮适合自己的，因为以前跳那个降手的时候，它就是有点这样垫肩。衣服会影响那个人的感觉，穿不同的衣服会心里会有不同的情绪出现，蛮有趣的这件事情。作品的一个呈现，对幼儿生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时间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状态之下，有些事情要转，那很多事情在一转之间，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